你能想象吗？有一天，你走进台北街角的便利商店，冰柜旁边，糖果架上，居然安静地躺着一排军粮，不是什么新潮能量棒，而是国军士兵在野战时靠它续命的口粮，被包装成一包金光闪闪的小饼干，标价还不到$1。这画面若被放在美国，恐怕会立刻被笑翻。谁会闲着没事把士兵在战场上嚼的干粮当作下午茶点心？可偏偏台湾人就是这样干了，而且还卖得下下叫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荒唐吗？可笑吗？笑到最后的或许不是台湾人，而是全世界。这一切的火花点燃于2024年11月，主角是一位叫麦克威尔逊的美国生存专家。如果你混过户外求生圈，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。他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侦察兵，曾经在阿富汗荒山里靠捡漏装备活过数月。靠这段传奇，他在 YouTube 坐拥100万粉丝。他的招牌语录是：你的装备决定你是生存王者还是待宰羔羊。麦克的直播间堆满了高科技装备，价值上千美元的冻干食物，真空包装的 BPR 专业口粮，甚至还有 NASA 合作设计的能量棒。他的形象就是那种没带对装备你就等死的硬派偶像。可就在某个直播，他冷笑着举起一包台湾营养口粮。台湾人是疯了吗？他把那金黄色的复古包装对着镜头，这种东西居然在便利商店当零食，卖一包不到$1。你们真的相信这能比得上我们20美元的 BPR 口粮？观众哄笑，弹幕刷屏，大家都等住看亚洲小岛的破铜烂铁如何被吊打。他掰下一块自己代言的 BPR 口粮，艰难咀嚼，表情像在啃木屑。然后他撕开了台湾军粮，出乎意料，一股花生与芝麻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像街角烘焙坊刚出炉的点心。麦克脸上浮现一丝轻蔑，猛地咬下一口，准备做个极度嫌恶的鬼脸，彻底把这东西踩死。结果直播间等来的不是嘲讽，而是翻车。他的表情僵住，眉头一皱，眼睛瞪得比弹幕还大，咀嚼慢了下来，先是困惑，再是惊讶，最后他竟喃喃自语：等等，这味道不错啊。弹幕瞬间炸锅，哈哈哈！王者翻车，麦克你脸呢？更致命的还在后面。他翻到背面的营养成分，下一秒直接爆粗口 ：X， 这不可能！100克的饼干，热量1475大卡，同样重量，它的 BPR 口粮才1180大卡，价格却是20倍，更别提口感差距，一边像木屑，一边像酥脆香甜的点心。直播一夜爆红，3天内影片破50万观看。亚马逊上 Taiwan Rations 搜寻量暴增，网友留言一句：最狠！我们这些年花了多少冤枉钱买那些又贵又难吃的木屑？奇迹的延续，北美高峰的求生故事。但这还不是高潮，真正让台湾军粮封神的是一场活生生的生死挑战。2024年10月28日，韩裔美籍登山家詹姆斯·普独自挑战北美最高峰德纳利峰。这位老手早已踏遍喜马拉雅与安第斯，可阿拉斯加的暴风雪从不讲道理。海拔4000公尺时，一场极端暴风雪将他困住，零下35度，时速130公里的冰刀狂风，帐篷撕碎，卫星电话失效，直升机无法起飞。搜救队长事后说，在那种环境没有食物和庇护，专业人士也撑不过48小时。詹姆斯被迫躲进自己挖的雪洞，意识逐渐模糊。就在快要放弃时，他在背包最底层摸到几包零食，在台湾转机时买的营养口粮。反正要死了，当个饱死鬼吧，他自嘲，却还是撕开了一包。奇迹发生了，第一口下去，暖流从胃部窜到全身。他惊讶地看着背面的数字1475大卡，他数了数，还有8包，严格配给，1天1包，理论上能撑1周以上。他掰碎口粮，用仅存的热水泡成热粥，花生、芝麻香气弥漫雪洞，这不仅给了他热量，更给了他精神支撑。更聪明的一步，他把金色包装袋撕开，铺成巨大 SOS 标志。第3天，风雪稍歇，直升机飞过雪原时，副驾喊了一声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就是那片闪闪反光的金色饼干包装，救了他一命。当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时，惊讶到说不出话，血糖正常，肌肉流失率极低，你到底吃了什么神丹妙药？詹姆斯掏出那包皱巴巴的台湾营养口粮，病房里的台湾护理师笑出声，
这个啊，我阿妈每天拿来当下午茶点心。这一幕被 CNN 引用成最震撼的注脚。詹姆斯的奇迹生还，加上麦克威尔逊的翻车直播，让台湾营养口粮这5个字在2024年底成为世界热搜。Reddit 的末日准备者论坛被洗版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的户外玩家与防灾专家纷纷震惊，怎么可能？一个在便利商店随手可得的零食，竟然碾压了数十亿美元研发的高科技口粮。一位德州的硬核准备者在论坛里写道：我们美国人总觉得自己是末日准备的专家，车库堆满昂贵的冻干食品与净水设备。结果台湾人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高手是把求生融入日常，把军粮做成零食，让每个家庭的橱柜里都自然而然储备了高能量食物。这才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境界。日本的反应更直接，地震之国的国民对灾害本能敏感。NHK 新闻播出后，东京各大防灾用品店的库存一夜清空。一位店主在镜头前苦笑：我们临时进口了1万包，3天就卖光。客人问我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日本人现在才知道？这简直是防灾界的耻辱。德国专家则写出一种哲学式反省：我们欧洲人，尤其德国人，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复杂化。我们的紧急口粮加了10几种维生素，用最先进的真空技术，价格高昂，却嚼起来像硬纸板。台湾人却用最简单的原料、最传统的工艺，做到最有效的成果。这就是我们忽视的东方智慧。故事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24年12月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的官员在评估詹姆斯案例后，决定破天荒地将这款民间零食纳入官方测试。结果出炉，震动整个国际人道援助体系，营养密度每100克1475大卡，远超现行救援食品。保存期限常温3年，不需冷链。口感接受度不仅能吃，还好吃，小孩都喜欢。运输便利，无需特殊包装，货柜装载效率极高，成本不到传统援助食品的1/3。一位营养学家忍不住激动，这将是人道援助的革命。我们现在有1半的成本花在冷链和包装上，但台湾的口粮可以像普通商品一样运输，单单一个货柜就能让一个万人难民营撑过1个月。消息传回台湾，民众的反应却是淡淡的。在台北南门市场，一位阿妈笑着说：营养口粮哦，好吃啊，我孙子下课肚子饿都吃1包。外国人现在才知道，他们消息太慢了吧。这种巨大的反差感让国际媒体惊讶到失语。台湾人眼中的日常小点心，怎么会成为世界眼中的救命神粮？答案藏在岛国长期的历史宿命。地震、台风、战争、威胁早已逼迫台湾人把防灾和求生融入日常生活。2025年1月，战火中的加萨陷入断粮危机，当地最后一座面包厂被炸毁，数十万平民绝望等待援助。然而局势险恶，国际物资难以进入。就在这时，一架挂着青天白日旗的 C-130运输机冒着炮火，奇迹般降落在临时跑道。机舱里装载的不是武器，也不是药品，而是整整100万包台湾营养口粮。红十字会志工打开货舱，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如果是传统救援食品，这架飞机顶多能供1万人3天，但营养口粮的高能量密度与空间效率，让这批物资足以支撑5万人2周以上。当第一批饼干分到一名3天没吃饭的小女孩手里时，她小心咬了一口，眼睛瞬间亮起来，喊：妈妈，这个好好吃。这句话透过记者镜头传遍全球。大多数救援食品难以下咽，但台湾口粮天生就是零食，好吃。这件看似不重要的特质，在极端时刻却成了给予人们希望的关键。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长随即召开紧急会议，一位官员提出颠覆性的建议：与其花大钱继续研发那些专用救援食品，为何不直接向台湾采购，甚至引进生产线？消息一出，西方食品巨头立刻反弹，毕竟救援食品产业链是数十亿美元的大生意，怎么可能让一款亚洲小饼干轻易取代？国际社会争论不休，而台湾很快抛出一颗震撼弹：免费公开，让全世界复制台湾的配方。2025年2月，台湾外交部在国际记者会宣布，我们将无偿公开营养口粮的完整配方与制成，任何需要的国家或组织都可以在本地生产，用于人道救援，举世哗然。这份经过70年市场考验与改良的配方，堪称台湾食品工业的瑰宝。就这样，
免费送给全世界。台湾代表在演说中解释，营养口粮的诞生来自战争与天灾的共同记忆。我们知道饥饿的滋味，因此不能把救命的食物当成牟利工具。如果全世界都能自给自足，那份贡献远远超越任何商业利益。这番话震撼了全球。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评论，当强权忙着炫耀导弹时，台湾选择用一包饼干传递希望，这才是最撼动人心的软实力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台湾人是都疯了吗？没错，这句话真的有人在全世界观众面前说出口。故事发生在2024年11月，美国一个大名鼎鼎的生存专家叫麦克威尔逊，他在 YouTube 上有100万粉丝，退役海军陆战队，硬汉人设拉满。他平常最爱强调的一句话就是，你的装备决定你是王者还是待宰的羔羊。他常年推荐的就是那种售价20美元一包的高科技口粮，包装精美，噱头满满。可有一天，他拿起一包金色的台湾营养口粮，在直播间冷笑着说，台湾人是疯了吗？竟然把军队的口粮当成零食在便利商店卖，不到1美元，你们真觉得这能比得上我们20美元的顶级口粮吗？观众们都在笑，等着看亚洲小岛的垃圾食品被吊打。他先掰开自己代言的 BPR 口粮，嚼得面无表情，像在嚼木屑。然后他撕开台湾口粮直播间，瞬间安静了。花生和芝麻的香气直接冲出来，像现烤饼干。麦克冷笑着咬下一口，原本预备的嫌弃表情没能做出来，他的脸僵住了。先是眉头皱起，接着咀嚼慢了，眼神越来越惊讶，最后他居然脱口而出，等等，这味道不错啊。直播间瞬间炸了，观众弹幕疯狂刷屏，王者翻车，这脸丢大了。更致命的是，他翻过包装背面，看见那个数字，直接爆粗口 X， 这不可能！100克的台湾口粮，热量1475大卡，同样重量，他代言的高价口粮只有1180大卡，价格是20倍，热量却低20%，口感更不用比，一个像木屑，一个像点心。短短3天，这场直播冲破50万观看。亚马逊搜索栏里 Taiwan Rations 一夜爆红，网友留言最狠。原来我们这些年都在花钱买木屑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真正让台湾口粮封神的，不是一个网红翻车，而是一场生死之间的奇迹。2024年10月，韩裔美籍登山家詹姆斯普独自挑战北美第一高峰德纳利，结果半路遭遇暴风雪，零下35度。狂风时速130公里，帐篷被撕成碎片，卫星电话彻底没信号，直升机根本飞不起来。搜救队长后来坦言，在那种环境下，训练有素的登山者也撑不过48小时。詹姆斯缩在雪洞里，体温狂掉，意识模糊，他已经快要放弃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在背包最底部摸到几包金色包装的小饼干，那是转机时在台北便利商店随手买的零食台湾营养口粮。他心想，反正要死了，吃了当个饱死鬼吧。可第一口下去，奇迹发生了，暖流从胃部涌遍全身。他惊讶地看着包装背面的数字，1475大卡。他清点了一下，总共有8包，如果1天1包，他就能撑过1周。他灵机一动，把口粮掰碎，用仅剩的一点热水泡成糊，花生和芝麻的香气弥漫在雪洞里，那不仅仅是能量，更是精神支撑。更机智的是，他把金色包装袋铺在雪地，拼成巨大的 SOS。第3天，风雪减弱，直升机飞过雪原时，副驾驶一眼看到那片反光，詹姆斯得救了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震惊，你的血糖、电解质几乎正常，肌肉流失极低，你到底吃了什么？詹姆斯掏出皱巴巴的包装，病房里一位台湾护士笑了出来，这个啊，我阿嬷每天拿来当下午茶点心。这一句话被 CNN 引用成了全世界最讽刺的金句。詹姆斯的奇迹生还让全世界震惊，一时间台湾营养口粮这4个字直接冲上了全球热搜。 Reddit 的末日准备者论坛彻底被洗版，有人写道，我们美国人车库堆满昂贵的冻干食品和净水设备，自以为是末日专家。结果台湾人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高手不是买最贵的装备，而是把求生融进日常，军粮当零食。每个家庭的橱柜里自然就有高能量应急食物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日本的反应更夸张，新闻播出后，东京的防灾用品店一夜之间被扫空。
店主苦笑着对 NHK 记者说：“我们紧急进口了1万包，结果3天卖光。每个顾客都在问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日本人为什么现在才知道？这简直是防灾界的耻辱。”欧洲则多了一份哲学式的自我反省。德国一位防灾专家在博客里写道：“我们欧洲人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复杂化。我们的口粮加了10几种维他命，用了最先进的真空包装，价格昂贵，但味道像纸板。台湾人却用最简单的原料做出了最有效的成果。这就是我们早已忽视的东方智慧。”就在舆论沸腾时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出手了。他们决定破天荒地对台湾营养口粮做一次全面的官方检测。结果出来，震撼了整个援助体系，热量密度碾压所有现行的救援食品，保质期3年，不需要冷链，运输效率极高，一个货柜能撑一个万人营整整1个月，成本只有传统食品的1/3。最关键的是，连小孩都爱吃。一位参与检测的营养学家说：“这可能会是人道援助领域的一场革命。我们每年花掉的巨额成本，有1半都是冷链和包装，而台湾的口粮完全不需要这些。”消息传回台湾，民众的反应却让外国记者哭笑不得。在台北市场，一位阿嬷受访时淡淡地说：“营养口粮哦，好吃啊，我孙子放学饿了就吃1包。”外国人现在才发现，他们消息也太慢了吧。这种反差感让更多人开始意识到，台湾人眼中的寻常，在世界眼里简直是奇迹。可就在大家还沉浸在讨论的时候，另一场灾难发生了。2025年1月，加沙走廊战火轰炸，摧毁了最后一座面包厂，几十万人面临断粮，国际援助物资进不去，孩子们已经3天没吃过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架挂着青天白日旗的 C-130运输机冒着炮火，奇迹般降落在临时跑道。机舱门一开，志愿者们愣住了，里面不是武器，也不是药品，而是100万包台湾营养口粮。如果是传统救援物资，这架飞机顶多够1万人撑3天，可因为营养口粮的高能量密度，这批物资足足让5万人撑过了2周。当第1包饼干递到一个小女孩手里时，她小心咬了一口，眼睛瞬间亮起来：“妈妈，这个好好吃。”这一句话被镜头捕捉，传遍了全世界。要知道，大多数救援食品为了功能性，味道糟糕到难以下咽，可台湾的营养口粮本来就是当零食设计的，好吃这一点，在极端情况下竟成了救命的心理慰藉。消息传开后，世界粮食计划署紧急召开会议，会上有官员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建议：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投入巨资研发那些专用的救援食品？为什么不直接采购台湾营养口粮，甚至引进生产线？这句话让在场的西方食品巨头脸色铁青，毕竟他们几十年来在救援食品产业链里赚得盆满钵满，怎么能轻易被一款亚洲小零食颠覆？但争论还没结束，台湾人已经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意想不到的决定。面对争论，2025年2月，台湾外交部召开记者会，宣布了一件让全世界都傻眼的决定：我们将无偿公开营养口粮的完整配方和制作工艺，任何需要的国家或组织都可以直接生产，用于人道救援。举世哗然。要知道，这配方可是经过70年改良市场考验的台湾食品瑰宝，换成任何一家西方大厂，早就拿去申请专利，锁死供应链，大赚一笔。可台湾人却选择免费给全世界，为什么？台湾代表的回答很简单：营养口粮的诞生源于我们对战争与天灾的记忆，我们深知饥饿的滋味，救命的食物不能拿来做生意。如果全世界都能自给自足，这份贡献远远大于任何利润。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感叹：当大国忙着炫耀导弹与制裁时，台湾选择用1包饼干传递希望，这才是最打动人心的软实力。几乎就在宣布后的1个月，现实给了全世界最直观的验证。2025年3月，土耳其东部发生8.2级强震，交通瘫痪，国际救援队甚至无法空投物资。但震后不到12小时，当地面包厂的生产线竟然重新开工了，而且生产的不是面包，而是一包包金色的营养口粮。原来1个月前，土耳其政府就已经引进了台湾的配方，还提前储备了原料，于是他们能在黄金72小时内自产500万包口粮，第一时间送进灾区。一位从废墟里救出的老先生手里拿着饼干，眼含热泪说：
我一生吃过无数面包，但没有一个比这个更香甜，因为它是希望的味道。这一幕让全世界彻底明白，有了配方，各国完全可以靠自己自救，而不再被昂贵的国际援助链条绑架。从那以后，营养口粮迅速扩散，墨西哥、印度、巴西、肯尼亚纷纷建立生产线，还根据本地口味加料，印度版加椰糖，墨西哥版有肉桂，非洲版混入木薯粉。它不仅是救灾食品，还走进了全球普通家庭，成为亚马逊销量第1的应急零食。甚至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，从营养口粮看台湾社会。课堂上，学生们人手一包饼干，一边吃一边讨论，为什么台湾人能把危机感变成一种从容的日常习惯。故事继续发酵。2025年6月，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宣布，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将破例提名台湾营养口粮及其无偿分享计划。理由很动人，它以最简单的形式展现了人类在共同挑战时的智慧与团结。消息传回台湾，记者涌到迪化街一家100年老店，老板笑着说，营养口粮会成功，是因为我们台湾人怕死啊，怕地震，怕台风，怕战争，所以什么都要先准备。他说到这停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，但这种怕死不是懦弱，而是珍惜生命，是对家人的责任。防灾不是等灾难来了才慌，而是提前准备，让灾难来了也没那么可怕。这一番话道出了台湾社会的韧性，他们不会假装危险不存在，也不会被恐惧支配，而是把危机感转化成日常生活的从容。故事的开头，美国硬汉麦克还在冷笑，台湾人是疯了吗？可如今他成了台湾口粮的最大推销员。在他最新的一期影片里，他感慨地说，台湾教会了我，最好的装备不是最贵的，而是你愿意随身带的；最好的食物不是最高科技的，而是能给你温暖的；最好的准备不是仓库里冷冰冰的储备，而是融入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当大国们还在天空划出导弹的轨迹时，台湾选择在地上递出一包小小的饼干。它没有钢铁的硬度，却能救命；没有巨额的利润，却带来真诚的分享。而这一切都始于那片不到$1，却能拯救生命、改变世界的金色饼干。